今天最大的新聞，巴西前鋒維尼修斯整形了，他在巴西做了下巴的手術，這是為了讓自己下巴的線條更明顯。從手術後的照片來看，大家都覺得他現在很像前切爾西的中場拉米雷斯。現在看上去他確實做了一種下巴的成型術。據說維尼修斯和他的女朋友網紅維吉尼亞一起前往了亞歷山德羅·阿拉爾康醫生的診所，為下巴塑了形，並且強化了輪廓。而且醫生本人也在社媒上發布了和維尼修斯的合照。看來小熊到訪診所這件事兒屬實。醫生在社交媒體上寫道，能在這裡接待維尼修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兒。他除了是世界足壇最有天賦的球員之一，而且還是一個簡單、有教養、充滿感染力的人。那麼據醫生介紹，這是一次面部自然化調整，核心是對面部韌帶進行了結構重構，同時對他下巴的弧度和前凸角度進行了精細的微調。整個過程始終尊重患者本身的面部特徵和個人特色，避免過度改变带來的不自然。而且治療過程並非單一的手段，而是綜合使用了激光、射频還有超聲波等等多種科技設備，有助於改善皮膚的質感，刺激膠原蛋白再生，也能夠有效促進皮膚組織的緊緻和提升。那麼維尼修斯整形之後，和女朋友維吉尼亞到處約會，出現在海灘，還參加了女友健身房的開業活動。形象升級以後，大家覺得是更帥了呢，還是更那個了呢？歡迎在評論區留下您的意見。朋友們，清涼一下，感謝您的點讚、熱推、評論、分享，感謝您訂閱老 K 的節目，咱們這就繼續。好的，朋友們，今天咱們先聚焦羅德里，聚焦曼城，尤其是羅德里本人已經下定決心，想要全力推動自己加盟皇馬。那麼視頻後半部分再是今天的重磅新聞和輕鬆一下。首先，過去10幾個小時，歐洲足壇到處飛揚着關於羅德里要去皇馬的新聞。這事兒確實是真的，羅德里本人正在盡最大努力爭取去皇馬的機會。而在瓜迪奧拉離開以後，此時返回西班牙就是他的願望。羅德里已經明確表態，他夢想身穿皇馬的球衣，但最終決定權掌握在皇馬主席老佛爺手中。到現在，老佛爺還沒有決定就這筆交易開綠燈。而對羅德里來說，曼城的新續約合同依然擺在桌面上。那麼就此產生了連鎖反應，因為之前老 K 也報道過，皇馬如果中場還要買巨星，那現在的陣容就必須要有人走。所以曼聯已經預料到這一步，提前開始詢問楚阿梅尼的情況。雖然皇馬主帥穆里尼奧很想留住楚阿梅尼，但一切都充滿未知數。因為世界杯決賽結束以後，羅德里跟皇馬的聯繫越來越多。目前曼聯這邊並沒有因為楚阿梅尼同意和皇馬續約的報道而被嚇到，但楚阿梅尼自己也比較被動，他必須先等皇馬和羅德里的事情水落石出，才能夠知道自己新賽季的未來是不是還在馬德里。就這件事情，巴塞羅那的媒體已經有人開始站隊。在西班牙队拿到了世界杯冠軍以後，過去1個月曾經短暫團結在一起的巴塞羅那和皇馬的媒體就此準備分道揚鑣。有巴塞羅那媒體報道說，羅德里偷走了梅西的世界杯金球獎。而根據馬德里這邊媒體的報道，皇馬已經為羅德里設定了6000萬歐元的上限，如果曼城要價過高就放棄。現在羅德里並不是主教練穆里尼奧明確要求引進的中場球員，但由于合同還有1年就要到期，而且本屆世界杯發揮極為出色，所以皇馬也認為羅德里是目前非常符合實力和價格的平衡的選擇。但考慮到球員的年齡、過去的傷病、合同情況以及自己有限的轉會預算，皇馬設定的估值6000萬歐元，不能再多了。如果曼城堅持索要更高的轉會費，這筆交易就不會發生。而皇馬的跟隊記者更是進一步指出，老佛爺到現在都拒絕馬德里加盟皇馬的2大原因，其一是在金球獎的私人的慶祝活動上，他曾經取笑過維尼修斯；第二，在前不久皇馬主席大選的相關事件中，羅德里沒有出面否認自己和另一個主席候選人里克爾梅之間存在關聯。其實老 K 看來，前面一個理由嘛是幌子，關鍵是主席大選的時候，羅德里你站錯了隊。所以現在看來，西班牙世界冠軍球隊目前隊內2名大將羅德里和費蘭托雷斯，他們的合同都在2007年就將約滿，所以今年這個轉會窗口非常關鍵。而曼城這邊呢，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和羅德里完成續約，讓他成為曼城隊內收入最高的球員。這首先因為他是隊長，而且是和哈蘭德並列球隊巨星之一。但令人意外的是，羅德里現在在曼城的薪資階層大概排在第7或者第8檔。對了，關鍵的時候有傳聞，巴塞羅那要出手，想跟羅德里的經紀人會面，準備為羅德里報上4000萬歐元的報價，並且準備一份4+1年的合同。
如果完成引進羅德里，那麼巴塞羅那預計還會有約7000萬歐元可以用來引進前鋒。這樣的話，奧亞薩瓦爾就可能是最現實的選擇。但巴塞羅那也正在等待阿爾瓦雷斯的事情水落石出。只有在馬德里競技徹底關閉小蜘蛛的轉會大門之後，巴薩才會對羅德里正式採取行動。而關於羅德里，今年2月份到3月份的時候，曼城曾經可能接受大約5000萬歐元的報價，可現在整個情況已經完全變了。羅德里的狀態正在接近巔峰，所以談判中會有許多不確定性。而費蘭托雷斯這邊，大巴黎將他當作貢薩洛拉莫斯的替代品，因為貢薩洛拉莫斯已經離隊加盟 AC 米蘭。巴黎队主教練恩里克非常欣賞費蘭托雷斯，巴黎队正在等待球員的同意，然後採取行動。而費蘭托雷斯本人在巴塞羅那對主教練弗里克非常失望，因為在他狀態最好的時候，弗里克讓他坐上了替補席。費蘭托雷斯自己認為，今年1月之前，他的表現比萊萬多夫斯基要好得多，可弗里克仍然讓他替補。從那以後，他有3個月沒有進球，但是如果去大巴黎，可能會得到甚至更少的出場時間。當然，巴黎的報價會高於巴塞羅那能夠提供的條件，所以這個事情還沒有完全定，大家拭目以待。好，曼城這邊已經越來越有希望簽下里爾隊的中場18歲的小將布阿迪。這位在摩洛哥的世界杯比賽中，老 K 已經反覆介紹過。和法國隊的比賽中，布阿迪可能不算最顯眼的中場球員，但畢竟那是世界最頂級的對手。而他現在只有18歲，在世界杯上的高光表現引起了許多英超豪門的關注，像阿森納、利物浦、切爾西都對他有濃厚的興趣。但眼下雖然里爾隊要價8500萬英鎊，曼城卻認為自己已經接近完成簽約，而且這次不會將布阿迪租回到里爾隊。新的主教練馬雷斯卡非常希望摩洛哥中場球員立刻加盟，進入曼城的陣容。而今年夏天到目前為止，曼城已經簽下了安德森、傑里米·蒙加、皮爾斯·查爾斯和馬西斯·德圖爾貝特。德圖爾貝19歲的法國前鋒2500萬歐元，傑里米·蒙加17歲的英格蘭前鋒1170萬歐元，皮爾斯·查爾斯20歲的北愛爾蘭門將350萬歐元。所以最重量級的引援當然是埃里奧特·安德森1.16億英鎊，這僅次於切爾西引進的摩根·羅傑斯1.17億英鎊。這兩筆高額轉會費已經躋身了歷史前5。對了，4周以後，曼城就將和阿森納在社區盾杯交鋒。但曼城這邊的羅德里、切爾基、奧奈利、格伊、埃里奧特·安德森和特拉福德都有可能因為享受4周的休整期，所以可能無緣新主教練上任的首戰。不過阿森納那邊缺陣的球員可能會更多，而且法國中後衛薩里巴還有傷病的隱患。好 ，OK， 咱們曼城的太子菲爾福登終於簽下了新的合同。續約到了2030年，還附帶額外1個賽季的續約選項。在這次落筆簽字之前，有傳 AC 米蘭、國際米蘭還有巴塞羅那都對他非常感興趣。但這些傳聞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你懂的，多半是經紀人放的風。對了，這裡咱們介紹一下，福登的經紀人和哈蘭德是同一個，叫拉菲拉皮門塔。他是巴西的國籍，法學的背景，過去是傳奇經紀人米諾拉耶奧拉30多年的核心搭檔，很早就以律師的身份加入了团隊。長期都在幕後操盤了伊布拉辛莫維奇、博格巴、巴洛特里等等巨星的談判。4年前拉耶奧拉去世之後，遗囑指定皮門塔接管整家經紀公司，接手了全部的球員資源，包括哈蘭德、博格巴、多納魯馬等等。拉菲拉皮门塔可以算足壇有史以來最有權力的女性超級經紀人，而他過去也公開評價過，曼城是全歐洲最難談判的俱樂部，體系非常嚴密，而且籌碼非常充足。而已經去世的米諾拉耶奧拉過去出生在意大利，是意大利和荷蘭的雙國籍。拉耶奧拉體系和门德斯體系是世界上最大的2個相互競爭的經紀人的陣營。而女強人皮門塔繼承了拉耶奧拉體系之後，繼續延續過去非常重視球員的利益，敢於和各大豪門博弈的風格。所以這次為了給福登續約，特意放出和其他幾個豪門俱樂部的緋聞，他也是煞費苦心啊。而福登這個球員過去1個賽季雖然在比賽上的表現有起伏，老 K 有時候也批評過，但在曼城我認為他是唯一一個哪怕球隊降級，他降薪也要繼續留在曼城的人，除非球隊真不要他。他去年一直做替補的時候也毫無怨言。福登過去自己也說過，球隊在哪兒他就在哪兒，無論英超、英冠、英甲，哪怕不要工資都行。所以对曼城來說他實在太特殊，和其他的曼城球員完全不在同一種評價體系裡。除了踢球之外，他一直在為曼城和曼城青訓服務，一直以來非常照顧一線隊來來去去各種曼城的青訓的後輩，這種任勞任怨的程度遠超其他的球員。
他已經很自然地認為這就是他本來應該做的事兒，所以會經常看到他在曼城的青訓基地帶孩子。這幾年許多進入過曼城一線隊的球員都提到過去福登對他們非常照顧，確實有許多年輕球員非常喜歡福登。這些以前在梯隊的小球員到了一線隊，最喜歡就是跟福登待在一起，所以希望下賽季在馬雷斯卡來了之後早一點找回狀態，早一點成為雷打不動的主力。好，接下來今天的重磅新聞，咱們昨天報道的 C 羅點讚的那一條關於西班牙媒體說國際足聯就想把世界杯送給梅西這件事情又有了反轉， C 羅取消了對這個切片視頻的點讚。這事兒老 K 看了，確實當時是曾經點讚，真實性100%，現在又確實取消了點讚。老 K 個人覺得 C 羅這種性格非常可愛，也很真實。而根據西班牙世界報的報道，阿根廷在世界杯決賽失利以後，阿根廷國內已經有了各種的陰謀論，許多球迷和媒體人都認為阿根廷隊受到了國際足聯和美國 FBI 等各種勢力的脅迫。一部分記者堅持稱阿根廷隊在決賽中的表現非常反常，而另一些大量的網絡主播、社交媒體的内容創作者，他們直接說梅西的阿根廷隊受到了逼迫，被迫交出冠軍。所以在阿根廷的社交媒體上，阿根廷队決赛前一定受到了威脅，這種說法反覆傳播，甚至有一種陰謀論涉及到了 FBI， 說是美國的 FBI 直接威脅了阿根廷足協主席塔皮亞，塔皮亞正因為逃稅受到司法調查，於是塔皮亞就告訴球員們，你們必須輸球。還有一種陰謀論呢，說是歐足聯的主席切費林威脅了尋求連任的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切費林以不阻撓因凡蒂諾連任為條件，要求安排一名斯洛文尼亞的裁判執法決賽，這就方便操縱比賽嘛，可以讓歐足聯的成員國西班牙順利奪冠。總之，現在的阿根廷國內並非正常時期，整個國家仍然沉浸在決賽失利的巨大震驚之中。許多人都說我們阿根廷隊這樣的表現沒有辦法解釋呀，為什麼直到第116分鐘阿根廷隊才有第一次射正球門呢？而且你们看視頻，梅西在比賽前和半場休息的時候對隊友的動員也顯得有氣無力，對吧？所以許多阿根廷人認為肯定出了怪事兒，不少人都一頭扎進了陰謀論的漩渦。老 K 覺得這就是民粹，這就是布蘭多利尼定律驳斥一條謊言耗費的能量遠遠大於編造一條謊言。當人們無法理解複雜混亂的現實，那麼陰謀論就是用來填補他認知空白最廉價的答案。而老 K 個人是永遠不會相信任何關於足球的陰謀論。另外，西班牙這邊也沒好到哪兒去，在一個視頻當中，在西班牙球迷的慶祝中，有一隻小老鼠經過了球迷慶祝的隊伍，隨後現場球迷都在喊梅西的名字。還有咱們昨天報道，庫庫雷利亞帶頭又唱起了庫庫之歌。那麼今天大家發現在 Google 上搜索庫庫雷利亞的名字，會出現一個 cosplay 庫庫雷利亞髮型的貓咪的動畫，甚至在 Google 輸入中文的庫庫雷利亞也能觸發。所以足球本質就是娛樂，大家也不要太當真，各種玩梗希望不要有惡意才好。另一方面，阿根廷球員老塔羅在決賽一直沒有獲得出場機會，所以估計情緒上還是有些受不了的。賽後老塔羅在社交媒體上點讚了一條貼文，這條貼文批評了阿根廷主教練斯卡洛尼不用老塔羅的決定。同時許多球迷都表示，這確實是阿根廷主教練本屆世界杯決賽最大的失誤。好的，輕鬆一下，曼城前鋒哈蘭德世界杯結束以後和女友伊莎貝爾前往了薩丁島度假，而且在社交媒體曬出了一份分量極為驚人的大餐，大份的帶骨的烤肉，大量的香腸、煎餅、雞蛋、貝果、水果，還有各種各樣的蛋糕糕點堆成的甜品塔，場面非常壯觀。哈蘭德也度過了自己愉快的生日，他配文寫道：“26歲，不錯。”而另一邊，在西班牙隊7月20日在馬德里展開的公開活動慶祝的時候，公主萊昂諾爾問了費蘭托雷斯此前關於剃光頭的承諾，而費蘭托雷斯直接回應不。這一天，在西班牙隊到達王宮和王室成員還有政府官員會面的時候，公主問：“你不是要剃光頭嗎？”費蘭托雷斯當場直接回應：“不。”這其實是由於過去巴塞羅那的佩德里提出想看費蘭托雷斯拿了冠軍之後剃光頭，但費蘭自己壓根兒就沒有同意過。不過另一位庫庫雷利亞倒是說過要紋身，咱們拭目以待，看庫庫什麼時候兌現承諾。還有在慶祝的時候，皮諾和烏奈西蒙兩個球員不小心意外的嘴對嘴來了個親吻，這一幕迅速在社交媒體上走紅，也成為了派對上最搶眼的瞬間之一呀。也許還是那句老話，是時候該說出你們的故事了。
好的，清爽夏日，感謝大家跟老 K 的陪伴，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熱推、評論、分享，咱們明天再見。